Hello，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很快的，我们就来到了10月份，也就是丙戌月。那这个月份又会带来如何的一个能量呢？我们又要去如何运用这股能量？所以呢，我们这个视频就来一起了解3个你需要知道有关丙戌月的事情。首先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呢，丙戌。丙呢是属阳的火，那戌本身有的一个主气呢是戊土，戊土呢也是属阳的土，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丙戌是属于火生土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月份的一个形象它算是一个正在下山的一个太阳所以呢这个时候的太阳呢感觉没有这么的强烈，没有这么的刺眼，比较温暖，比较柔和。那这个丙戌月是在我们这众多的月份里面算是比较平稳、比较稳定的一个月份。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我们下一个月份呢就是亥月。亥呢跟我们今年的这个太岁就是蛇呢是处于一个相冲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我们在下个月份会是非常的动荡，或者呢比较挑战的一个月份。那所以我们这样子退回来看，那这个10月份呢就会是一个暴风雨前的一种宁静，或者呢要发生一些动荡前的一种准备。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月份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尽可能做更多的一个准备功夫啦。那准备什么呢？你可以说我们让自己呢有一个心理准备，我们感觉呢比较舒服，比较沉稳，去应对在下一个月份可能会带来的一个问题。又或者呢我们可以说在金钱上，在我们的财务上多一份的准备。因为我们在这个月份的吉星呢也有月的玉堂这些，那这些呢谈的都是我们要对未来呢有一个很好的准备功夫，我们呢可以做更好的一个安排，让未来就是我们说的下一个月份，如果有什么问题的时候，至少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去应对任何的动荡。那这里的动荡很多人就是说可能会有一点抽象，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动荡它可以代表的是一种我们的社会或者政局的一些变化，又或者呢在金融市场，在我们的股市可能呢也会显现的一些变化。那当然我们呢没有办法去100%的预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们先可以知道下一个月份呢肯定会有一些事情呢让大家心里都感觉非常的不安。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提前在这个10月份先做好这个准备的功夫。那无论是在心理上，在金钱上，或者呢如果你有一些出行，你有一些要去旅行的一些安排的话，那你在这个时候呢也是可以让自己做多一点的 backup plan。如果真的有发生什么事情呢，你还是得到保障的。所以可能我会说可能要买一些旅行保险或者呢如果真的不能出门的话，你有其他的一些选择了。那这个就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在这个月份呢可能会出现一个人，他会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一种个性，他就好像太阳非常有自己的主见，非常强烈的一种感觉。虽然我说现在是一个西洋，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丙戌本身呢它这个戌是带有火的，所以呢这个太阳表面上看起来呢是很柔和的，但是呢它毕竟还是一个太阳，所以呢它如果要表现的时候，或者呢他相信的一些价值观，或者他坚信的一些原则的话，他还是会非常愿意为了他所去奋斗，去坚持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在这个月份你很有可能呢遇到这样子一个人，
它表面呢看起来是很温柔、很柔和的感觉，都可以配合。但是相处久了，你就发现啊，哇，原来他的个性啊是非常的强硬，或者呢，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原则在底下。那这个呢，也可能呢会发生在你自己身上。OK， 那你可能觉得呢，你的身边的朋友啊或者家人呢，会认为呢，你这个月份呢特别的固执，特别的倔强。那这个表现啊，会更加凸显在如果你的日主啊是丙火或者戊土，或者呢你的八字啊会很多的火还有土的元素的话，你本身呢就会更加容易彰显这样子的一种个性啦。那这个呢，我们可以说啊，它有什么好处吗？还是有什么坏处吗？好处啊，是你可能呢对你自己的一个理想，你想要完成的目标，或者你想去奋斗的一个方向，你的要的一个结果，你会更加的坚定。因为啊，这个丙戌呢会更加强化你对这个理想还有这个目标的一个信心，你会更加的愿意为了它而投入去奋斗。那所以啊，如果你是有一个很宏大或者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目标想要去前进的话，那这个月份呢其实是非常的好了，因为呢它会增加你这个人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坚定。但是呢，如果你是没有太大的一个理想，没有一个什么目标的话，那可能你身边的人就会觉得你比较固执，比较难相处。所以呢，我会说啊，你要调低一点点，变得比较柔和一点，愿意呢去接受别人的一些建议，互相交流的时候多敞开你的心房，去聆听对方到底要谈什么啦。那第三点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有哪一些生肖呢是我们这个月份的一个焦点。那我们首先啊，最明显的、最直接的就是我们龙的朋友。因为龙呢跟这个戌啊是属于相冲的，那在你的八字里面呢，无论哪一个柱子，无论哪一个地方呢出现龙的话，你呢都会比较容易遭受到这个月份的能量所影响。那它的一种影响方式啊，可能呢是你生活里面会遇到一个人或者一个情况呢，来挑战你对某一件事情的坚定。就好像啊，有人会质疑你的梦想，有人会来质疑你的一个做事方式。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问自己：我真的坚信这个事情吗？我真的180%想要为这个东西去努力吗？因为这个相冲啊，是会来动摇你的。它就好像跟你碰撞，所以呢，它会动摇你的这个坚信度。那这个时候啊，你就要问自己啊，我要继续吗？那你这样子的一个提问啊，会形成2个结果。A 呢，会变得更加的坚定，但是呢，另外一个结果呢，是这个人呢完全放弃了。所以呢，如果你是有龙在你的八字里面的话，你会经历这样子的一种自我拷问啦，来挑战你的一个坚定。那另外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卯。那卯呢是跟戌相合。那另外有2个生肖啊也是合的，我们是寅跟午。那这3个啊，那无论是你有哪一个，它都会跟我们的戌啊相合。当它合的时候，它也会产生火的能量，火的五行。所以呢，如果啊你的八字啊有这3个生肖的其中一个的话，在这个月份呢，火呢会变得更多。所以啊，当我们的火的能量增加的时候啊，这个人呢除了会变得更加的开心，更加的开朗，但同时间呢，他也会变得比较暴躁一点点，会比较急促，对很多事情呢会没有耐心。如果你的八字有这3个生肖的话，你要把这股火的能量运用在一个让你的生活啊变得更加的积极、更加的开朗的一种用法。但是呢，我们就不要让它来变成一种暴躁或者变成怒气的一种火能量啦。那如果你的八字里面有未这个生肖的话，
那你这个月份呢也会经历破。破呢谈的都是一种破坏，然后呢重新建立起来的一个过程啊。那你可以运用在是否要破除掉你生活里面一些非常难搞的人，可能呢是一个不好的关系啊，你的同事、你的朋友，或者呢你身边有一个人呢是给你带来很多的负能量，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的。你呢都可以去思考是否要破除他们，就是离开他们。那另外呢，也可以运用在你自己身上。你自己呢是否有一些坏习惯，长期你都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那这个月份呢，你就可以运用这个相破的一种能量，来破除自己这些比较不好的习惯，还有一些想法。那最后呢，刑呢有未跟丑这2个生肖了。那如果你的八字有这个的话，那你这个月份呢，你会更加的感受到有另外一方，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非常强烈个性，或者呢有一些情况呢发生让你感觉自己被逼迫，让自己呢没有选择。你被逼呢要做一个你自己呢不是那么喜欢的一个决定，那所以呢在这个月份会好像自己被逼去一个墙角的感觉啦。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在经历这个刑的时候，你可以做的是先让自己进入这种比较弱的一个状态。什么叫弱的状态就好像呢，当你生活里面有一些情况发生的时候，如果你表现的是一个非常强势，感觉自己是很厉害，那这个刑呢就会特别容易发生在你身上。那但是呢，如果你可以保持低调，调低你的一个生态，因为你先降低自己，让自己呢好像变成一个受害者。但是呢，这个你变成了这个受害者不是别人迫使你去做的，是你自己迫使你去做的。所以呢，你算是采取一种主动性先让自己变得比较弱，或者呢先认输。那当你这样子的时候这个刑呢就被你所掌控在自己的一个主导里面，而不是由其他人来主导。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会说就变得比较好啦。那你在经历这个刑的时候，你就不会感受到这么的无能为力，或者呢被别人逼去一个墙角了。好，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个月份的焦点生肖啦。那最后一点呢，第4点这个月份呢，我想大家了解的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些健康问题主要呢是在我们的头部、我们的脊椎、大肠肌肉这4个呢，是我们这个月份大家要比较留意的一些健康问题啦。那你可以看到呢，有脊椎、有肌肉这些还有头部其实呢都会代表的是可能有僵硬或者会有受伤的情况。那我们要怎么去预防呢？其实就是做多一点的一些伸展运动，不要做过度激烈的运动。我们松动这些肌肉，让它变得比较灵活的一些伸展运动的话，那在这个月份呢都会比较好啦。那至于大肠的话，代表的是不要吃太辛辣，或者呢你身体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很好消化的一些东西啦。那如果你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的饮食的话，那这个月份的健康呢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好，那以上呢就是4点在这个丙戌月大家需要知道的一个事情。那这个月份呢，我们来有一点不一样，我呢不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的10个日主他们这个月份可以做的一个策略。那我会把这部分的内容转换成文字还有图片，放在我所有的社交媒体上。那你们呢可以在上边呢找到这个月份丙戌月每个日主他们可以采取的一个策略，我呢都会放在那一边。那大家呢可以去我的社交媒体上去查看。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10月份我们要如何去调整家里的一个能量状态。那首先在这个月份呢，我们可以发现的是，在你的家的南部
那这个南部呢，是我们这个月份啊，无论是好跟不好呢，都聚集在一起的一个方位。我们这个月呢，就同一个时间都来处理，无论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我们都用这个方位。那到底要怎么做呢？那首先啊，第一步啊，我们要的是先清除，对吧？我们要让一个位置啊去变得更好，我们要运用它的好的能量啊，我们当然要先去整理，把一些不好的，把负面的先排除出去。那我们要怎么做啊？首先呢，你要去到你家的一个南部的这个位置，那去找呢是否有一个生锈的铁。那这个呢是第一个的选择。如果有一个生锈的铁制品，或者呢一个铁片啊、铁钉啊、玩具啊、一个物件啊，只要看起来是生锈的，你没有需要到这个东西的，你呢就要把它丢出去 ，OK， 把它丢掉，不要再让它留在那个位置。那如果你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你在这个位置呢没有看到任何有生锈的东西，那你第二个选择呢，你可以找的是否有破损的东西。那看起来呢已经破掉了、坏掉了，但是呢，因为人嘛，有时候会比较懒，他就忘记了，不舍得把它丢掉，你继续呢让它留在那个地方。那这个呢也是可以当成是要把它破除掉，我们把它丢去家外面的一个东西。那第三啊，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任何的破损或者生锈的东西，你的家呢是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整洁啊，没有任何不好的东西，那你可以做的，在这个位置放一杯水。那你在放的时候，你可以下一个意念，就是说这个水啊会吸收这个位置所有负面的能量。OK， 那当它吸收了，我们可以放在那一边呢，15分钟到半个小时都 OK。你在放置的时候，你不要去动那杯水 ，OK？ 那当你已经放了至少15分钟到半个小时过后，你要缓缓的带到家外面倒掉。你可以倒去沟渠或者倒去草地，只要是在家外面的一个范围啊，都 OK。那你在倒的时候啊，不要好像直接破水这样子泼出去了，你就缓缓的倒掉，然后呢就把这个杯呢带回家里清洗干净，那就 OK 了。那我们在处理了这些负能量过后，那第二个步骤啊，我们接下来的就是要去启动，让这个能量呢，好的能量呢，可以被诱发出来，可以被激活起来。那我们要做的这个月份呢，是放一个圆形的灯。那如果啊你有看我上个月的视频的话，我也是有教大家要有一个圆形的灯，可以放在这个位置啦。那你这个月份呢，就把上一个月份的那个圆形的灯呢，也有带过来，放在你家的南部的位置。那至于要放多久呢？只要在我们的整个10月份你都放就 OK 了。当然，最重要的你是要先清理，你要先排除掉那个负能量。那你接下来的那一步呢，你才放这个圆形的灯，把它放在你家的南部，整个10月份呢都可以开着。那这里呢，我需要呢大家有一点的常识了。那如果呢这个灯啊是在你的睡房，你24小时开着，当然是不可以，对吧？因为你不能睡觉。那你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就可以关掉。那你早上要出门了，你起来了，你又可以把它开回去。那这个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调整啊，我们这个月份呢，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用途啊，其实是可以让你这个人呢，或者居住在这个家的人啊，有一种谷底反弹的感觉，咸鱼翻身的一种效果啦。因为呢，我们同时间呢，是把不好的减
减低，那我们把好的提升，而且呢都是在同一个位置，所以呢我们会说它是有一种谷底反弹，或者呢可以比较有效的去化解掉这些负能量的一个月份呐。所以呢，如果大家最近呢都感觉比较糟糕，感觉非常的不顺，那记得要去尝试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我们谈完了要如何调整能量过后，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如果我们要用风水的一个调整，我们要引动家里这个月份的一些风水方位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那这个月份呢，其实最好去引动风水的一个位置呢，是我们的西南方。那这个西南方呢，有我们的这个九紫星，那再加上我们年度的飞星的话是那个财星八白财星的话，那就变得非常棒的促进你个人的一个财运的位置。那到底要怎么做呢？那只要呢大家在这个位置去点燃真实的火，那可以是蜡烛啊或者油灯都可以，点燃了至少4个小时。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可以用电子的，我们可以用电灯啊，或者如果你那个位置是可以开灯的话，你呢就需要开24小时。OK， 我们呢这个风水啊需要配合这个时间去点燃，我们需要在这个时间呢去点燃那个蜡烛啊，或者打开那个灯。那如果你都不可以的话，因为可能那个时间呢是你的上班时间，你不在家里，那你要怎么办呢？那你可以做的是在这个月份啊，有更多的时间啊，把自己呢放在这个位置去进行你的工作，去进修、去学习或者进行一些思考。那这个呢都会非常好的去引动这个位置的能量，来帮助你增加自己的一个财运。那我们谈了这么多，那个时间到底是哪一天呢？那我就把它放在我们的荧幕，那大家呢只要跟着这个日期还有这个时间呢去点燃那个蜡烛或者油灯，那不然的话就是那个电灯也是可以的。好，那以上呢就是几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有关10月也是丙戌月啊，大家可以怎样去运用这个月份的能量啊，然后去调整，让它呢可以变成你最好的一个准备的月份啦。OK，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留言，还有分享给你的身边的家人朋友。那我们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